大家好，欢迎来听仙话。一人永生，万魂不复。要是觉得故事讲得还行，劳驾点个赞，捧个场。闲话少说，咱们书归正传。仙途飞升万古寒，香火深处葬群魂。一人踏进苍生院，天门封后不称尊。寒卷才开时惊，兰服忽走雨风生。一灯吹灭人无路，半影来夺少女身。这回呀，事儿就真不对劲儿了。前头咱说到哪儿了？晚进把那卷密卷拿到手了。你别看就这么一卷破东西，就发潮，边儿都不像样了。可这玩意儿不是普通纸。有些东西啊，你不碰它，它就跟死了一样；一碰它，它就醒了。晚进手刚挨上去，整个人就哆嗦了一下，不是吓的，是冷。那冷不是外头风吹的冷，也不是山洞里潮气那种冷，它是顺着手指头往骨头缝里钻，一下子就钻到胳膊，钻到肩膀，再往胸口里扎，就跟有人拿一根冰针从他指尖往身体里捅。晚进脸色当时就变了，可他这人有一点厉害，越害怕越不让人看出来。他赶紧把密卷往怀里一塞，结果这一下坏了，整座石室猛地一震，不是轻轻晃一下，是那种脚底下都发空的震。洞壁上那些原本看不清的怪符，忽然一片一片亮起来了，蓝悠悠的，不亮还好，一亮起来反倒更吓人，就像这石室不是空的，像里头一直睡着个东西，你一伸手把人家给扒拉醒了。姐姐，这是咋回事？宛如吓得够呛，她本来就跟着姐姐一路逃命，好不容易躲进这么个地方，外头有蛇灵，里头有怪卷，现在墙还亮了，你说她能不慌吗？她下意识就往晚进身边靠。我也不清楚，可能是碰着什么禁制了，别乱动，小心点。这话说得挺稳，可你要仔细看，晚进手指头都在发僵，他不是不怕，他是知道。这时候他一慌，宛如就彻底没主心骨了。两姐妹一个撑着，一个靠着，可这石室压根儿不给他们喘气的功夫。话还没落呢，洞穴深处就响起来了，嗡，一开始很轻，像耳朵边有个小虫子绕，再过一会儿，不对了，嗡声越来越大。从洞里头，从石头缝里，从脚底下一块往外冒，你听不清它从哪儿来，就觉得四面八方全是这动静。那墙上的蓝符也开始跟着闪，一下亮一下暗，越来越快。紧接着蓝光从符文里抽出来，细细的一条一条，像线似的顺着石壁爬，往石室中间聚，往石室中间聚。这场面要是隔远了看，兴许还挺神，可人在里头，那就不是神了，那是要命。姐，这些光往中间去了。别看光，看脚下，离墙远点。晚进说这话，其实已经晚了。头顶上突然咔嚓一声，这一声在那种地方，你说吓不吓人？
石室顶上原本结结实实的岩层裂了，先是一条细缝，接着又分出好几条，跟干土地开裂似的，越裂越快。晚进一抬头，脸色一下沉了。小心头顶！他一把拽住宛如，往旁边就躲，刚躲开，头顶上的石头就砸下来了。轰！一块接一块，大的跟磨盘差不多，小的也能砸断腿，灰一下子就扬起来了。耳朵里全是响，石头砸石头的响，岩壁裂开的响，宛如被拽得踉跄，差点摔倒。姐姐，别停，往边上退！两个人一路被逼到洞壁角落里，这时候再回头看，完了，前头的路已经让碎石堵死了，外头那个蛇灵倒是没动静了。可你想想，这算好事吗？外头不咬你了，里头要埋你，这不是换了个死法吗？宛如急得汗都出来了，可汗刚出来，又被洞里的冷气压回去了。姐，出口堵死了，咱们是不是出不去了？这话要是换别人听了，心里可能一下就垮了。一个黑山洞，头顶它，外头有怪物，怀里还揣着一卷不知道惹了什么祸的蜜卷，这不就是等死吗？可晚进不这么想，他眼睛飞快往四周扫，看那些蓝符，看那些裂缝，看石壁上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。这就是他和宛如的区别。宛如是先怕，晚进是先找活路。既然他能被触发，就不可能只有一处机关，找墙上、地上，都找，别放过任何一个凸起来的地方。好，我找。宛如赶紧点头，脸上全是灰，也顾不上擦了，举着火折子就往墙边凑。他手都抖，可还是找。这姐妹俩就是这样，嘴上不说什么大话，真到要命的时候，一个顶在前头，一个跟着往前挪，怕是怕，手不停。可这石室偏偏像是故意折腾他们，头顶那裂缝又开了，这回不光掉石头。呼的一声，一股风从上头灌进来了，不是热风，是冷风，又猛又急，还带着雨，雨水夹着腥冷的气味，一下子拍到两个人脸上。宛如手里的火折子噗一下灭了，整个石室瞬间黑了，黑得你伸手都看不见指头。灯灭了，这声喊是真慌了。你们想啊，人在黑地方最怕啥？不是看见怪东西，是啥都看不见，因为看见了你还能躲，看不见你连死从哪儿来都不知道。雨点砸在身上，风往衣服里钻，碎石还在脚边滚。那蓝符刚才还亮着，这会儿也像喘气似的，忽明忽暗，靠不住。别喊，听我声音，往我这边来。姐，我看不见。别看，伸手摸墙，一步一步走，我在这儿。宛如就这么摸着黑往姐姐声音那边挪，脚底下全是碎石，一踩一个滑，她差点摔。晚进一把把她拽住，两个小姑娘在那黑洞里贴在一块儿，外头雨往下灌，里面风在转，那感觉不像在山洞，像被扔进了一个死人的喉咙里。晚进一边护着宛如，
一边伸手摸墙。那墙又冷又湿，手掌蹭过去全是水和泥。有的地方锋利，刮得手指发疼，他也不敢停。摸着摸着，忽然他指尖碰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后凸出来一点，不大，要是不仔细找根本摸不着。碗进手停住了，他按了一下，咔嗒，声音不大，可在那黑里听得特别清楚。姐，你碰着啥了？像是机关，别动，站我后头。机关一响，石室里忽然亮了，不是刚才那种蓝光，是一道惨白惨白的光。那光一出来，人的心就跟着发凉，好墙上的符文像活了一样，真不是比方。他们从石壁上拖出来了，一枚一枚，一条一条在半空里转，转得越来越快，宛如看的人都僵住了。晚进也盯住了，那些光和符最后聚成一团，慢慢拉长，慢慢有了肩膀，有了头，有了袍子的轮廓，到最后竟然变成了一道人影，高冷，披着一身黑袍，脸看不清，可你能感觉到他在看你，就像黑暗里有两点冷光贴着你的皮往里钻。姐，这是啥东西啊？别靠近，可能是残留下来的灵石。晚进这时候心里也翻腾，符的残存灵石，这话听着挺悬，说白了就是人可能早没了，可留下来的那点念头，那点怨气，那点不甘心还没散。这种东西最麻烦，你跟活人讲理，活人还怕疼，还怕死。你跟这种玩意儿讲理，他啥都不怕，因为他本来就不算活着。晚进咬着牙，硬撑着开口：阁下是谁？我们不是有意闯进来，若是惊扰了，还请见谅。他说的还算客气，可那黑袍虚影压根儿不吃这一套。那东西慢慢低下头，声音一出来，跟破旧铁门在风里磨似的。无尽岁月，终于有人碰了本尊的密卷，2个小娃娃，胆子倒是不小。我们确实是误入此地，若密卷不该取，我们可以放下。误入能破封禁，能取密卷。你跟我说误入。说到这儿，那虚影忽然笑了一声，那笑声不大，可特别刺耳，不像高兴，像恨了太久，终于等到一个出口。既然来了，就别走了。这话一落，晚进就知道坏了，他甚至来不及多想，那黑袍虚影一抬手，一道黑光直接冲过来，快，太快了！晚进拉着宛如往旁边躲，可那黑光跟长眼睛似的，半刀一拐，还是打在2个人胸口上，砰的一下，2个人一起飞出去，重重摔在地上，宛如当场吐了血，晚进嘴角也全红了。这下不是皮肉疼，是胸口里头像被人攥住了，往死里拧。姐姐，我们是不是要死了？这话听着怪可怜，不是哭喊，是那种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的问法。晚进撑着手想爬起来，可刚一动，胸口就疼得他眼前发黑，他硬是把那口气咽回去了。没那么容易，别闭眼。他抬头盯着那个虚影，眼神里已经不是单纯害怕了，有火了。你可以吓他，可以打他，可你要动，
宛如那就不一样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拿了密卷，自然要付代价。那虚影往前飘，不是走，脚都不沾地，一寸一寸往他们跟前压。他声音越来越低。本尊困在这里太久了，九道山都换了样，水都改了道。今天总算等来了躯壳，借你们的身子一用，本尊也该重见天日了。听明白没？这玩意儿不是要杀他们那么简单，杀了倒干脆，他是要占他们的身子，拿他们的血肉当自己的门，拿他们活下去的命给自己开路。你说这多膈应人，这其实也是仙话里头最早布出来的一点味儿。有些东西嘴上说机缘，说密卷，说传承，可一扒开看，里头全是债。你拿了他的好处，他就要拿你的身子；你借了他的路，他就要你还命。这姐妹俩这会儿还不懂后头那些大香火、大愿力、大神位，可第一笔账已经压到他们头上了。姐，怎么办？宛如已经有点撑不住了，她往后缩，可身后就是冷墙、梅露、虚影，那两只手伸出来，白的吓人，干巴巴的，往他们额头上慢慢按。你看他慢，可你躲不开，周围那股阴冷劲儿把两个人像钉在地上一样。婉静低头看了一眼怀里的密卷，那卷东西还在发冷。他忽然明白了，这玩意儿就是引子，虚影想靠他出来，那反过来也许就能靠他顶回去。可这事儿没把握，真没把握。他要是赌错了，两姐妹当场就完，可不赌也是完。婉静狠狠咬了一下舌尖，血腥味一下子上来了，疼得她脑子清醒了一点，她眼睛都红了。宛如，别怕，姐，要死也不能让他拿咱们的身子去死。这句话说轻了，可里头的劲儿特别狠。他不是说我要活，他说的是哪怕死，他说的是哪怕死也不能让你借我的命去害人。你看婉静这人一开始不是话，真不是，他骨子里有股硬劲儿。他那时候还没学会拿别人垫路，他第一反应是护住妹妹，护住自己这条命的清白。可是人啊，怕就怕这股硬劲儿，后来被世道磨歪了。前头是拼命不让别人占身子，后头会不会变成为了救更多人，开始拿别人的命去填？这个先不说，咱回到实事，那虚影的手已经快碰到他们额头了。婉静突然把密卷从怀里抽出来，不是藏，不是跑，他反手就往前一推。密卷既然是你的，那就还给你。这一下虚影明显愣住了，他可能怎么也没想到，这小姑娘不求饶，不跪，不跑，反倒把密卷往他身上怼。不，向少万，哭上。晚了，密卷一碰到虚影，整座石室一下炸开了光，不是蓝，不是白，是刺的人睁不开眼那种亮，墙上的符文全都乱了。风往上卷，雨往里砸，碎石跟被谁掀起来似的四处乱飞。那黑袍虚影发出一声惨叫，声音又尖又狠，
像是憋了10000年的怨气，让人硬生生捅了回去。婉进和婉如被那股力量掀翻，这回他们连疼都来不及疼，眼前一黑，耳朵里只剩轰隆隆的响。时势在他，风在吼，雨在灌，那卷密卷的光最后还亮了一下。婉进想伸手去抓婉如，可手刚抬起来，意识就散了。婉如那边也只来得及喊半声姐姐，后头啥都不知道了。等他们再醒来的时候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但你记住，这一回不是简单逃命，是婉进第一次碰到真正意义上的先路代价。密卷不是白开的，机关不是白开的，残灵也不是白等的。他拿到了东西，也差点被东西拿走。人这一辈子有时候就是这么邪乎。你以为自己捡着一条路，其实是那条路先盯上了你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这回就讲到这儿，感谢诸位捧场。要是喜欢仙话，记得点个赞，咱们下回接着唠。